把5万 USD 放到币安活期理财里面，它有年化20%的收益，一天可以拿到200块人民币。您肯定会说，这该不会是诈骗吧？今天这期影片，我们从头到尾拆开分析一下，为什么像这种诈骗一样的高收益，反而是一个典型的值得研究的交易所行为。那我们先不谈收益，先谈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在我看到20%收益之前，我脑子里就会有很多疑问：USDE 是什么？这个币到底稳不稳定？币安为什么要推一个不是自己发行的稳定币，而且还这么高的收益？如果在这里不先讲清楚的话，那么今天跟你讲的任何东西都没有意义。我们先把 USDE 的前世今生给大家讲清楚。首先 ，USDE 的话，它是和美元1:1绑定的稳定币。稳定币不是一个新的东西，但是你今天看到 USDE 出现阶段呢，其实已经不一样了。最早一代稳定币就像 USDT， 它解决的是我们能够在币圈里面用美元思维来进行交易，再到后来 USDC 强调的是合规，审计机构能不能使用。而 USDE 出现这个阶段呢，稳定币正在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它不再只是交易的工具，可以理解成为资金池和账户的余额。为什么说是账户余额呢？因为大量持有稳定币的玩家，他不着急把自己持有的稳定币卖出，就变成法币或者是其他类型的加密货币，放到交易所里面、钱包里面理财或者DeFi。那这个时候稳定币的角色就变成了一个账户余额。那什么是资金池呢？稳定币长期放着，交易所可以用它来做理财的设计，DeFi 呢可以围绕它做借贷，项目可以围绕它做收益的激励，那它就变成了一池可以被调度的钱，这就叫做资金池。那现在我担心的是 USDE 会脱锚吗？结合到币圈历史上，稳定币真的出现过脱锚，而且非常的惨，币圈的老人一定都知道。当年的算法稳定币 USD， 它的问题的话不是行情，而是设计的逻辑问题，没有真实的可以回收资产，靠着算法和信息来维持1:1的美元稳定，一旦信息破裂，就可能造成螺旋式的效应。那这个的话是信用锚，而不是资产锚。至少今天所说的 USDE， 它至少在设计层面上不是走的这条路，它是有现实世界真实资产支持的稳定币，它可以转移，也可以兑换。真正发币管钱的是一家叫做 BitGo 的机构。BitGo 呢是给机构资金 ETF 做资金托管的老牌公司，不是散户，也不是项目方，所以这一点的话还是可以放心的。除了不会脱锚风险，起码暂时不会，因为特朗普还在台上，BitGo 仍然在运作。那其他风险呢？很多观众也会说，既然年化20%这么高收益，为什么我在活动结束的时候把 USD 兑换成为 USDT 或者 USDC 的时候出现了亏损，导致我的收益减掉亏损之后呢，根本就没有拿到多少钱？总共会有4大核心因素：第一就是市场深度不足，第二是交易异常波动，第三是极端市场的情绪冲击，第四是跨平台流动性的不足。我知道在说这些关键的名词的时候呢，各位观众也很可能就不太懂。我们在这里呢会为大家一一拆解，实际上重点的话只需要讲前面3个就够了。如果没有这个理财活动，会有多少人去持有 USDE 呢？我相信大部分的用户都不会去主动持有。所以币安交易所出了一个20%的年化理财之后，会发生什么呢？机构、散户、新手他会大量的去购买 USDE， 这就会导致 USDE 在 K 线上和 USDT 的交易对会有一个正向的负溢价。原本呢可能是1:1的比例，但是出现这个大额理财活动之后呢，这个价格会来到1点几。各位观众看到这里可能又要说了，我没有在 K 线上看到1.0以上的这个 K 线啊，你是不是又在诓我们？并没有啊，大家仔细看一下这张图表，在12月24日的时候，那这个时间点的话，是不是就刚好是这个活动出来的更新时间点？是不是？所以呢，它的价格因为出现了大量的买单，市场上的价格波动到了 1.0024。那乍一看1和 1.0024 区别好像又不是特别大，观众会说，这好像没什么区别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活动，它的参与最高额度是5万 USDT 啊。那原本我们手上持有，比如说就有5万 USDT， 我们去相对应的1:1兑换，就可以拿到5万 USDE。但现在 USDE 已经就是价格上来了，那我们就是5万要除以单价 1.0024， 也就是说我们真实到手的话是49880颗 USDE， 那直接是少了就是1120颗的 USDE， 这就是真金白银啊。第二个是交易市场异常波动，稳定币的价格呢其实并非是永久恒定的，而是由订单部的价格或者是 AMM 协议当中买单和卖单的深度去进行决定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稳定币 USDT、USDC
它都会有一个上下的波动，并不是说每时每刻都维持1:1的价格。当市场深度不足的时候呢，这个防线就会显得非常脆弱，可能一笔大的单子就会导致这个价格出现比较大的波动。我们再聊最差的第3种情况，也就是极端市场下的情绪冲击啊。恐慌抛售与集中赎回，做市商测出流动性套利机制完全失效，这是最坏的情况。那么 USD 呢，暂时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还是要跟大家讲清楚。以后我们在做理财的时候呢，特别是面对一些非常山寨的稳定币，需要去理清楚这件事情。毕竟这个事情发生在熊市当中是非常常见的。一旦发生这种大额的情况，就会有很多金鱼机构直接把这个币全部抛售掉。如果你来不及抛，这个价格就直接跌穿的所有损失将由你直接承担。如果你想要去找项目方算账，在币圈当中找项目方算账，你觉得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吗？我觉得根本找不到。历史上也是存在过这样大的事件啊。那我们来回顾一下 USDC。USDC 的话是因为硅谷银行破产啊，导致 USDC 脱钩。那储备资金呢直接冻结，恐慌情绪引发了大量的赎回。那 USDC 在短时间之内的话，从1美元降到了 0.878， 跌幅超过 14% 啊。关键是什么呢？ USDC 这个代币的话是可以去做空和做多的。那很多机构呢通过合约的方式在 USDC 上去进行一个套利。那如果一下子跌幅超过 14%， 有些大的机构甚至都有可能会爆仓。我们再将视线拨回到这个 K 线图当中，很多观众也会比较在意啊，现在它的价格怎么又变成了 0.9992 呢？又不是1了。那正是因为市场上大量的卖单出现啊，所以它的价格会下跌。那这种情况的话，一般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这是大家需要去规避的一个风险啊。因为 USD1 的年化理财呢，它并不是一直持续下去的，它可能在某一天就截止了。如果币安上有公告告诉你的话，你就要去重点去关注这个日子。我们不要在当天去跑，就是说当天去进行兑换，因为当天的价格一定是很低的。因为市场上大量的卖单啊，大家都想把 USD 提取出来变成 USDT 啊，是不是啊？所以呢，因为市场上卖单比较多，买单比较少，那么它的价格就会下跌，这是大家都应该知道的事情。那怎么去规避这个风险呢？倒不如说规避风险，怎么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呢？有2条路啊。第一条路的话是，很多观众在做这个理财的时候，他会提前4到5天，甚至是1周前就取消掉这个活动，就把那个存入的钱呢提取出来，然后变成 USDT， 这是第一种方案。第二种方案就是，我们都知道在活动截止的那一天，一定会有市场上大量卖单，导致价格就是下跌。那我们无非做的就是等待价格趋于平缓，变成1的时候，或者自己尚可接受的范围，自己能力能接受的范围之内的话，然后变成 USDT。那目前是这2种方案，但更多数人选择的话是第一种。再回到视频的最开始，那我们来探究一下币安作为交易所，为什么它要去推 USD 啊？我们刚刚说 USD 它并不是币安发行的稳定币，想必的话是币安想把资金从一个公共的稳定币轨道引导到相对小众一些，它可以设计路线的稳定币这条轨道上。所以呢 USDT 是公共货币，所有的交易所呢都可以使用啊。USD 呢目前是在币安体系里面重点被设计，也就是说激励的一个轨道。而这次 20% 的话也并不是为了长期的收益啊。如果是长期 20% 的话，那这就是一个诈骗啊。因为作为稳定币来说，它不可能有长期的 20% 的年化收益，所以我理解这是一个币安短期的市场行为的激励，就是让你使用 USDT 稳定币兑换成为 USDE。如果还未注册交易所，可以通过我们的注册链接进行注册，享受全网最高手续费减免的同时，还可以参与新人福利、数字盲盒、体验金的奖励。另外，如果使用我们注册链接进行注册的观众，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指标平台当中申请解锁 SYP 权限。该权限的话，可以让我们在指标平台当中观看任何想要看到的数据信息，帮助各位更好的发掘入场机会。也可以凭解锁的 SYP 申请我们仅为会员开通的 Telegram 群组。这里呢是专属的信号群，我们会每天分享开单信息，支撑阻力点位，清算关键位，让各位的收益更加透明化。另外提醒一下各位啊，市场阴晴不定，还是要敬畏市场，减少开单，保护我们的本金。那我们的指标平台同时开设了独特的空投机制，每天打卡以及观看视频均可以有经验值的奖励。这些经验值的话，都将作为日后的空投凭证。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空投计划，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针对我们指标平台升级，可能有部分观众也的 SOIP 掉线了。我们在 T 区开设了关于指标平台的客服群，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提问，我们会耐心解答。感谢支持。如果想要更为详细的短期开单策略，可以通过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进入到 Telegram 群组。这是我们基于 DeepSeek V3 最新数据开发的专业加密货币 AI 模型，投入了大量时间成本，旨在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目前频道的话免费开放，后续进入需要进行付费。具体使用的方式可以参考我这支影片。在这里呢，也推荐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在币安广场的账号，在这里呢是分享有价值的内容，真实的交易记录。那自己呢平时也多花点时间去币安广场发发帖子啊，互动啊，感觉很可能会是下一个趋势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